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看每日一题。今天的题目是2101 Detonated Maximum Bomb 最大的炸弹引爆数目。题目给我们一个阵列，然后里面是每个炸弹的资讯，然后问我们最大的炸弹引爆数目是多少。那每个炸弹阵列里面，它会给我们3个资讯，分别是炸弹的点坐标、X 坐标、Y 坐标，还有炸弹的爆炸半径。这个爆炸半径就是这个炸弹爆炸之后，这个范围内的其他炸弹也会被引爆。然后题目说，我们可以任意选一个炸弹当起爆点，当这个炸弹引爆的时候，任何在它引爆范围内的炸弹都会跟着爆炸，然后接着会引发连锁反应，问我们最长的连锁反应的爆炸路径。那他有给我们几个例子，我们就接着看。那第一个例子，它是给一个简单个示意图，它给我们2个炸弹，然后第一个是绿色是比较小的，这颗是点坐标在2.1，然后它的爆炸半径是3，然后第2颗炸弹是比较大的紫色这一颗，它的中心位置在6、1，然后它的爆炸半径是4。那它这边已经比较好，它已经画出来了嘛。绿色这一颗小炸弹引爆的时候，炸不到紫色的中心点，所以绿色这一颗引爆的话，最大的数目是1嘛，因为只有它自己而已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假如是紫色引爆的话，紫色引爆因为它的爆炸半径有盖到绿色这一颗的圆心了，所以第2颗引爆的时候，它可以顺便连锁反应把1也引爆。所以最大的连锁反应爆炸次数就是2次，第一次是紫色的，那紫色爆炸之后，接着会触发绿色这颗炸弹，所以绿色这边也会爆炸，因为绿色这一颗有在紫色这一颗的半径之下。OK，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是2，从紫色先引爆，然后紫色爆炸之后会触发绿色这一颗炸弹。下一个也是简单一点，第一颗炸弹在左下角，而且它的半径比较小，半径只有5，碰不到第2颗炸弹。第2颗炸弹是在10这个位置，然后它的半径也比较小，它也只有5，所以有2颗炸弹彼此碰不到对方。第一颗引爆的时候，它最大的爆炸半径就是影响绿色范围，所以炸不到2。所以这颗引爆最长路径就是1，只能引爆1颗。那2呢？紫色这一颗引爆的时候，它也炸不到绿色的，所以最长的爆炸路径也就只有2号这一颗路径。所以最后就是答案之一，因为不管从绿色引爆还是紫色引爆，都没有办法触发连锁反应，所以最大引爆路径长度就是1。好，那第3个是一个是比较通用、比较泛化的例子，它给了5颗炸弹，这边是第1颗，然后第2颗、第3颗、第4颗、第5颗，那它因为索引下标的关系，它这边把它称为第0颗，所以这边就是0、1、2、3、4。因为它这边炸弹比较多颗，它已经帮我们上升不同的颜色，最佳解的颜色有同号，它已经告诉我们说0号炸弹引爆的时候可以触发一样的红色这一颗，可以触发黑色圆心这一颗，还有绿色圆心这一颗。所以1、2引爆之后，2就可以引爆3，2这一颗的半径是中间这个浅蓝色的，浅蓝色这个覆盖范围可以盖到1号、3号，不是刚刚1号已经炸过，所以不重复计算。2号引爆可以触发3号，然后3号的话是现在圆心绿色，它的半径就比较大，3号就可以触发4号和1号，可是因为1号已经炸过了嘛，所以也不重复算，所以最后就是从0可以触发1、2可以触发3， 3可以触发4，所以最后从0开始引爆的话，5颗0、1、2、3、4、5最后都会爆炸，所以最长的连锁反应爆炸路径长度就是5。那我们可以怎么想这个题呢？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题想成是图论上的最长路径的问题这么说，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转化，你可以把炸弹的 pair ij 想成是图上的点 i 和点 j。那假如某一颗炸弹爆炸的时候，它的引爆范围可以覆盖到另一颗，也就是 i 这一颗可以覆盖到 j 这一颗，相当于图上的节点 i 有一条边指向 j。那最后题目要求的是最长的连锁反应爆炸次数，相当于从图上挑一个节点，然后一直往下掰，这条路径最长的长度是多少？最长的路径是多少？就是我们的最长的爆炸连锁反应长度嘛。那刚刚提到给任意2颗炸弹，假设今天有一个是比较大的炸弹是黄色这个位置，它的圆心在这里，然后有一个比较小的炸弹，它的爆炸范围就比较小，它只能炸到自己周边的一小范围，没办法触发大的这一颗。那对于任意2颗，假如2颗的距离小于比较大的那一颗的半径，也就是说今天小的这一颗它落在大的这一颗的爆炸半径之内，就是 Ri， 那我们可以说炸弹 I 可以触发炸弹 J， 也就是炸弹 I 可以引爆炸弹 J。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图上把节点 I 给一条有向边指向节点 J， 代表这一颗炸弹可以触发另一颗炸弹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个图解的例子就比较好懂。这是一个4个炸弹的图。那假如1号炸弹是在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中型的炸弹，它可以覆盖到2，然后2是一个小型炸弹，2可以覆盖到3，还有它自己，然后3是一个迷你炸弹，它只能炸到周边小范围，它除了自己之外，其他人都覆盖不到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4号炸弹，4号可以
覆盖到1号。OK， 那所以把炸弹转成图上的节点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覆盖关系啊。它的覆盖关系可以用距离和半径来检查。所以1号、2号，2号落在1的爆炸半径，所以我们可以写成节点1有一条边指向节点2。那3号又被2号的爆炸半径所覆盖，所以我们可以写成节点2有一条有向边指向节点3。那3这个迷你炸弹，它爆炸范围太小，它没办法引爆任何其他炸弹，所以3就是没有指向别人，所以3就是空的。那4呢？4这是一个大炸弹，4可以引爆比较远的1号，1号炸弹落在4号炸弹的爆炸半径内，所以我们可以写成4号节点有一条有向边指向1号节点。那我们已经把原本题目的输入转成图上的节点，还有向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接着计算路径长度。那一开始来说，我们并不知道对流解是谁，所以我们可以从每一个节点都开始试。假如从1号开始引爆的话，它可以往下走到2号，那2又可以再往下走到3，所以1号节点的最长引爆路径就是1、2、3嘛。OK， 那假如从2号开始引爆了，从2号引爆的话，它可以再往下走到3嘛，它可以再引爆3次一个炸弹，所以假如从2引爆的话，最长路径长度是2嘛。那假如从3号因为它是一个迷你炸弹，它没有办法触发别颗炸弹，所以3只有它自己而已，所以3的话路径长度只有1。那假如从4号开始引爆的，从4号引爆的话，4号可以走到1，然后4号又可以走到2号，然后又可以走到3号，所以4号节点开始引爆的话，它可以触发1号，1号又可以触发2号，2号又可以触发3号，所以它的最长路径就是4。那最后我们会希望引爆越多越好，就可以触发越多连锁反应越好。所以我们会希望取到路径最长的，那路径最长的就是从4号引爆节点，4号可以触发1号，然后1号又可以触发2号，2号又可以触发3号，所以最后最大的引爆次数也就是最长路径的长度就是4，从4走到1走到2走到3，总共可以引爆4颗炸弹。OK， 那有了这个把题目转成图论演算法的这个精神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原始码转型，我们可以把题目的输入转成是图上的节点和有向边嘛，然后用它们彼此2点之间的距离还有爆炸半径去做边的更新。所以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建表的动作，我们就会建一张表格，那这个表格就是存放每一组炸弹的 pair， 就是 IJ 之间它们能不能引爆对方。那怎样叫做能引爆对方？能够引爆对方的条件就是2颗炸弹的距离小于比较大的那一颗的半径，所以它们2点的距离 x 平方相减加 y 平方相减，假如小于 r 平方，那就是在引爆距离之内，那就表示比较大的这一颗可以触发比较小的这一颗嘛。所以我就是迭代，每次取2颗 ，i 从0取到 n 减 1，j 也从0取到 n 减1，然后跳掉自己不用算，因为你自己一定可以引爆自己，所以你现在检查就是每一组 ij 这组 pair 比较大的那一颗可不可以引爆小的那一颗？那假如它们的半径有覆盖到小的那一颗，表示大的这一颗可以引爆小的那一颗嘛，我们就把小的那一颗加到比较大的那一颗的节点上，变成说现在就有一条有向边指向比较小的那一颗，4号会指向1号，1号会指向2号，2号会指向3号，然后3号没有指向任何，因为3号的爆炸半径太小，没办法覆盖别颗炸弹。下一步我们会构造一个广度优先的演算法，因为我们就可以从任意给定一颗炸弹开始走，也就是从节点开始走，从某一个节点开始走，相当于从某一颗炸弹开始走，然后造一个 Q 嘛，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一个类似题目，就是想到广度优先就会有一个探索的 Q， 那探索的 Q 就是放起始点这个位置，然后起始点拿出来拜访它每一个邻居嘛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更新有向边的资讯，所以这时候邻居是谁也可以知道，然后拜访每一个邻居相当于拜访每一个爆炸范围内的小炸弹，那假如这个炸弹落在你的覆盖范围内，你就可以把它加到下一层拜访，一直迭代搜索，最后你就可以像刚刚这样，你就可以从某一个节点开始拜访，然后找出它的最大路径，然后最后的结果取 maximum， 就是我们的最后答案。以这张图为例，就是最后从4号拜访会有最长路径，就是从4可以走到1，可以走到2，可以走到3。那转成原本的题目就是4号引爆可以触发1号引爆，1号引爆可以触发2号引爆，2号引爆可以触发3号引爆，所以最后的最大引爆次数就是4次，这对应到我们最长路径是4。那有了这个广度优先探索的方式之后，最后我们只要呼叫从0开始到n减1，那一开始的最长长度会设成1，为什么？因为任何一颗引爆至少可以触发自己这一颗，所以最小是1次，那就从每一个节点开始拜访，用广度优先拜访，然后看看谁的路径最长，谁的路径最长代表它的引爆次数最多嘛。那我们现在是要求最大引爆次数，所
所以就是把每一个路径场取 maximum， 相当于引爆次数取了一个最大化。那只要发现其中有一条路径的最大引爆次数等于 n， 就是等于图上的节点数目，也等于题目给力的炸弹数目，表示我们已经提前找到最多解了嘛。因为最大就是 n 颗炸弹，也不会更多，所以这时候就可以提早返回跳掉。那这时候里面的最大值就会是我们的最大引爆次数。好，那我们来快速提交和测试我们的程式码。好，那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时间 PR9是一个演算法，那我们来分析它的复杂度。它的复杂度落在哪里呢？它的复杂度其实落在两条嘛，一个是一开始建表格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节点拜访动作，而且你每次是取两个点，所以这边是相当于数学上的 CN 取2，也就是 n 平方，任意两个炸弹之间一组配合，任意两个节点一组配合，所以这边是 n 平方等级的复杂度。那后面呢？后面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BFS 广度优先拜访？那每个节点拜访的时候，最长就是每个边都检查一次嘛，所以这边总的复杂度就是你最多 edge 数目会有多少？最多就是两节点之间都有分相连，所以复杂度就是 big O n 平方嘛，也就是刚刚讲到的 CN 取2，任意两个节点都有边相连，都有 edge 相连，所以就是 CN 取2。那这边广度优先，呼叫一次的成本是 n 平方，然后外层又有一个 for loop， 外层的 for loop 包着这个广度优先，所以复杂度还要再乘上外层这个 loop 的复杂度。那外层 loop 呼叫的长度是从0呼叫到 n 减1，也就是说从第一颗炸弹一直到最后一颗都要检查过一遍，因为一开始你并不知道谁是最优路径，所以你每个都要试试看，都要走过一遍才知道。所以外层的 big O 乘上内层的这个广度优先，广度优先这边已经知道最大成本有可能会到 big O n 平方，所以外层的 n 乘上内层的 n 平方，最后就会是一个 n 三方复杂度的演算法。所以最后外层的 n 乘上内层的 n 平方，所以总的成本就是地方，就是 big O 三方，就是一个3次方的演算法。那空间呢？空间一开始刚刚有一个建表的动作，这个表里面会放我们的 edge 的资讯，就是一开始我们就会有个 graph table， 这个 table 里面会放每一个节点它相连的会是谁，也就是说它相连的节点就是它爆炸半径内覆盖的，所以最长每一个节点可能会有 n 个邻居，那你又有 n 个，总共图上有 n 个节点嘛，每个节点最多可以有 big O n 个邻居，所以空间上的成本就是这张表格的成本，就是 big O n 平方。你也可以这样想，因为这张表格的取法是 CN 取2，任意两个节点都要检查一次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说任意两个炸弹的关系都要检查一次，所以这个空间的大小就是 big O n 平方。以上是今天这题全部讲解与介绍。那假如还有不懂或者还有发问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，也非常欢迎推广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和解题的同学或朋友。最后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解题影片通知和最新的学习资源。好，我们再见喽，拜拜。